Find X9 Ultra 这台手机真的让我挺纠结的。发布前这套豪华的硬件可以说是万众期待吧，可发布后，就算抛开定价和宣发不谈，它手机本身也存在着没法忽视且无解的大问题，这些都让这台手机看起来不那么值得买。但是呢，当我在生活中真真正正用过一段时间后，我又有了完全相反的想法，甚至觉得它是目前拍照最好用的手机。那么它这套硬件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没法忽视的大问题又是什么？还有为什么我用过一段时间后又会觉得它好用？各位好杀猪，欢迎来到本期Find X9 Ultra 的万字剖析。久违的10倍长焦肯定有很多人期待着，不过 JN 系列底的大小肯定也有不少人担心它能不能打得过现在的2亿裁切。不过在挖掘它的上限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来讲讲 OPPO 这代的自动模式。恕我直言啊，如果说之前的自动模式只是不好用，那么 Find X9 Ultra 就已经到了不可用的程度。我们直接来看样张，从这组 logo 上的纹理，我们就能看出 Find X9 Ultra 的解析力确实是最强的，但它的锐化似乎也是最重的。那至于3台手机为什么只有 vivo 降锐化了呢？因为只有它可以在自动模式中调，正好也当成一个低锐化的参考。那说回Find X9 Ultra， 它的问题在哪儿呢？在于它的解析力优势没那么大，需要数毛才能看得出来，但锐化重可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这就导致从观感上来讲，我很难说它强过左右两张通过2亿裁切而来的。而且这还是它的原生焦段打其他2家的非 SA 焦段。如果说再把焦段拉到对 vivo 优势的15倍，这个时候 OPPO 的表现都不用纠结解析力了，就这个树的观感，这给我干哪儿来了？这还是地球吗？如今也真是时代变了，谁能想到有一天这3家中 vivo 拍出来的是最真实的呢？那么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自动模式有点不可用了？No， 这还只是它不好用的范畴，真正不可用的还得看20倍。20倍啊，各位，这个10倍的 ICA 焦段，结果一切过去，上面就出现了这个超清长焦。有了它，说明 AI 已经开始介入了。至于分辨 AI， 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拍一个足够远且有字的目标。自动模式看似很清晰很锐，实际上都已经变成乱码了。最关键的是什么呢？20倍到60倍这一段的 AI 它是没法关闭的，上面的超清长焦它只是一个提示，就算消失了 AI 也一直 always online。60倍以后它会切换到第2档 AI， 这个时候终于有开关了，但就算你关了，它还是有20倍开始的第1档 AI。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为什么我说这代的自动模式不可用了吧？以前的第2颗长焦是6倍，那20倍离6倍足够远，有 AI 就算了。可现在的20倍是 ICA 焦段啊，这 AI 还在这里，不就有点暴殄天物了吗？所以如果你像我一样不喜欢这种关不掉的 AI， 那我强烈建议你绑死在大师模式。而且如今的大师模式也可以拉到20倍，也有 ICA。但其实大师模式的20倍我也没有那么推荐。首先 ICA 的原理是什么？就是传感器中心的1250万像素直接输出，对吧？而很多人用大师模式都会开 JPEG Max 吧？那我用10倍拍5000万像素，后期裁切到20倍，它剩下的也是1250万，和我直接用20倍拍理论上是一样的。为什么说理论上一样呢？因为这和10倍的防抖没那么好，原生的10倍还 OK， 防抖完全够用，可到了对防抖要求更高的20倍，它就会有概率出现一点轻微的弧偏，这就导致它20倍拍的大概率清晰度还不如10倍裁的。再有呢，就是20倍和10倍的构图不同，3A 算法也要重新来，那么拍出来的曝光和白平衡也可能与10倍不同。所以我说啊，有JPEG Max 在，真就没必要拉到20倍了，费力不讨好，直接用10倍拍，后期随便裁，画质还更好。而且这个玩法不只可以用在 ICA 焦段哦，10倍到20倍这一区间的裁切也是同理。首先还是要夸一下 OPPO 的像素裁切，比如大师模式变焦到15倍，它的像素也会变到相应的1900万，就是5000万像素裁切 1.5 倍后剩下的像素量。其实我们常说的像素回填也是这么个理，就是通过这剩下的1900万回填到1250万的壳子里做一下超采。所以说 Find X9 Ultra 不管是15倍、18倍，它相当于随时有像素回填，或者说比像素回填更强，这是它在变焦方面做得好的地方。但是和20倍一样，我依然不建议你变焦，因为5000万像素的10倍后期裁到15倍，剩下的也是1900万，再算上防抖和3A，10倍的效果依然更稳。
了解这和10倍的正确用法后，我们再去和竞品对比，尽管左右都是优势焦段，尽管 OPPO 广得多，但它的解析力依然一骑绝尘，又清晰又干净，优势比前面自动模式要大得多。把另外2台拉到20倍也是同样的结果，Find X9 Ultra 的表现依然最好。但说实话啊，在这种超长焦的比拼中，防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其中还包括手稳不稳、风大不大等干扰，所以它们的成绩也是越来越不稳定的。比如这一组 OPPO 的领先幅度就没有前面那么大，小米也没有像前面那么糊，3台手机的表现反而开始接近。所以要说Find X9 Ultra 的望远表现，其实会有些反直觉，在10倍、15倍这种偏低的倍率下，它的优势很大。可到了20倍或者以上，防抖影响变大，它也很难说稳定的拉开差距。而且从这组啊，我们还能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面对这种强光反射，会出现一种朦胧感，像是开了柔光一样。这就是Find X9 Ultra 没法忽视的大问题——色散。我们来看接下来这组，拍的有点随意啊，但非常能说明问题。从解析力来看 ，OPPO 明显是更好的，可我们再往上看，就能发现很明显的紫边。但紫边还不是色散最大的问题，像这一组的解析力，我们数毛来看也是 OPPO 更好，但优势已经很微弱了，甚至大家第一眼看过去可能会觉得右边更清晰。这种由色散导致的画面朦胧、解析力劣化才是它最大的问题。另外，这个10倍的对焦距离，相信大家都有预期，也没办法，多重反射还是10倍，对焦距离真就得干到1米左右。不过好在3倍是15厘米，而且还是2亿，有一个素质很高的6倍，所以相比前代的6倍3反射，Find X9 Ultra 的微距能力还是有很大提升的。在聊3倍折刻新2亿之前，我们还是要从 J-Pad Max 开始聊起，因为它对于2亿传感器的处理也是教科书级别的。2亿像素我们都知道，它可以全像素输出2亿，4合一输出5000万，也可以16合一输出1250万。那么Find X9 Ultra 在 J-Pad Max 中是怎么利用1倍和3倍这2个2亿的呢？它并不会让它们输出2亿，而是采用4合一的方式输出5000万。这时候一定会有朋友疑惑 ，OPPO 有双2亿却不输出2亿照片，那这2亿不是噱头吗？你要说它用于宣传，那肯定有很大一部分作用，但你要说它有没有用，它也是真有用。首先，这2颗2亿都是2×2 OCL， 也就是每4颗像素共用1片微透镜来用于做全像素对焦，也就是说它们的实际微透镜数量都只有5000万。哎，大家发现了吗？5000万片微透镜正好给 J-Pad Max 全用上了，这在3倍的提升就尤其明显，因为上代3倍是5000万的2×2 OCL， 实际微透镜只有1250万片，高像素非常受限。这2张一比，差距就好像是高像素打低像素，所以绕开2×2 OCL 得到一个满血的5000万，就是2亿的第一大作用。其次就是2倍和6倍这俩 IC 焦段了。这种情况，传感器会全像素输出2亿 ，IC 后剩下的自然就是5000万了。所以这一排你能点的所有焦段，全部都被统一为5000万像素，强迫症狂喜。不过2倍和6倍的5000万肯定就逃不开2×2 OCL 的影响了。可毕竟上代的2倍只能输出1200万，那瘦死的骆驼还是比马大。提升虽然没有说特别明显，但依然会更强一点。至于6倍，应该是这台手机争议最大的点。上代是光学5000万2×2 OCL， 这代是超大底 IC 5000万2×2 OCL， 可以说完全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2亿 IC 到底能不能替代光学镜头呢？在简单场景中，Find X9 Ultra 已经完全没问题了。可一旦到了更复杂、更能分胜负的场景，2亿 IC 还是会感觉有一些力不从心，字已经开始糊掉了，锐化还比上代重。不过Find X9 Ultra 也并非全场景打不过上代，在光线稍微偏暗的场景，它的高像素调度会比上代激进，也就是说很可能Find X9 Ultra 触发了5000万，X8 Ultra 却调回了1250万，那X9 Ultra 的优势自然就非常明显了。但这种真的就是概率事件，如果二者的高像素同时触发或者同时没触发，那Find X9 Ultra 还是打不过上代。哎，可惜啊，我个人还是挺期待这次的2亿 IC 能打过上代6倍的，但还是差一点，毕竟上代6倍的敌也不算小，也不是随便就能欺负的。不过前面我们聊到过，这次的6倍拍微距肯定是大提升。那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大家，解析力小退步，泛用性大提升，这样的情况下，你会更愿意选择上代的光学镜头，还是这代的2亿 IC 呢？
OK， 到这里，这次6倍的 ICA 对于我前面讲的这些，我整体还是满意的，只是没打过上代有一点可惜。不过接下来我要说的问题就有些不能让人满意了，那就是色散。和前面说的一样，色散最大的问题不是紫边 ，OPPO 随着版本的更新也一直在努力通过消色差算法消除紫边，紫边现在也不至于说有多么显眼。但是由色散导致的画质劣化是不可逆的，它是光学问题，后期没有任何办法，甚至消色差算法还会加剧这种劣化。所以我们在这台手机会经常看到一张照片的各个部分都很清晰很锐，可一到反光处就立刻变朦胧了。可以说色散就是贯穿这台手机始终的一大问题。好，聊完6倍，我们来看看它原生的3倍。如果说用5000万来对比小米的话，Find X9 Ultra 明显要强得多，而且是遥遥领先的强。不过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小米的高像素做得太差了。那如果切到1250万像素去比呢？能看到 Find X9 Ultra 对比 X8 Ultra 依然有一定提升，与小米有一点点差距，不过也很接近了，说明这次不只是传感器，光学解析力也有进步。但是，一旦遇到强光，比如这组灯箱，Find X9 Ultra 上面的字就会劣化到还不如 Find X8 Ultra。接下来该聊它的新主摄了 ，LYT 901。其实，在eBay拍5000万时，它和 LYT 900是同一起跑线的，因为901是2亿加2.2 OCL， 有5000万片微透镜，对吧？而900采用的是 Octa PD， 没有2.2 OCL 的限制，也就是像素之间不会共用微透镜，所以它的微透镜数量和像素数量一致，也是5000万片。那么来到实景中，小米因为2.2 OCL 加上高像素做的差，显然是第一个掉队的。而两台 OPPO 在这一环节真的是非常接近，我很难说谁强谁弱，都是顶级水平。可色散问题在主摄依然存在，一旦遇到强光反射，它就连小米都打不过了，足以看到这个影响有多大。35也是一样的道理，像这组上面这一部分被色散影响的没那么大，Find X9 Ultra 就能强过 X8 Ultra。可到了下面更反光的白色呢，X9 Ultra 的字体边缘就青一块紫一块的，表现也不如 X8 Ultra 了。再看看右边的 X300 Ultra， 别的不说，色散这一块vivo做的是真顶级。所以和eBay一样的啊，只要我们去拍有强光反射的场景，Find X9 Ultra 就一定是最糊最朦胧，比不过上代，也比不过光学顶级的 X300 Ultra。至于2倍，毕竟901能带来2倍的5000万，所以 Find X9 Ultra 还是能万尊的。不过强光场景对比 X8 Ultra 的领先幅度也确实在缩小，而且是距离越远，对光学要求越高的地方，差距越不明显。那跟 vivo 和小米比也是差不多的道理。近景无强光的情况下 ，vivo 大于 OPPO 大于小米，这应该不用多说什么，很合理。而来到有色散干扰的远景呢 ，OPPO 和小米的差距就非常小了，一个巨朦胧，一个巨丧。不过 OPPO 有一点是值得夸的，就是白天它不管解析力怎么样，画面都还算干净，起码看着不让人难受。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下这颗 LYT 901了。首先很可惜，它被 Find X9 Ultra 的光学问题给限制住了，强光场景的表现很一般。可我们单说传感器的话，我觉得在白天它完全有比 LYT 900更大的潜力，尤其在2倍高像素这一点，能明显强过上代，绝对是好东西。但是底变小了也是实打实的，那么它在晚上的表现会不会跟不上呢？不过在聊夜景前，我们还是要先聊聊这代大师模式的另一点进步，这一进步直接能让整个手机的夜景产生质变。那就先从前面没提到的超广角开始吧。大家都知道啊，X300 Ultra 的超广角是目前手机中最大的，在需要大底大进光量的夜景，它的表现理应最好，对吧？但实际情况可不是这样的，这3张的观感明显是 OPPO 最好。而且我们来看高光 ，OPPO 和小米还能看清一点字，vivo 就已经完全过爆了。再来看暗部呢，第一眼看到的还是 OPPO 的紫边，产品标识了，属于是。不过如果看画质，为了方便对比，我把它们同时提亮，会发现 OPPO 居然是表现最好的那一个。那如果一张照片它的高光更好，暗部也更好，是不是说明 OPPO 用小底打赢了 vivo 的超大底呢？也不是，因为在高光和暗部之间还夹着一部分叫中间调。如果我们来看这中间调的解析力呢，会发现底大一级还是能压死人的。OPPO 不止偏中间区域的解析力被完爆，而且是越接近边缘画质越差。那为什么 OPPO 的表现时强时弱呢？因为一张夜景照片，它的画质应该被分成2部分，高光和暗部是一部分，中间调又是另一部分。
中间调的比拼很直接，就是进光量，包括说常见的极限夜景，它们没什么高光，也就没什么光比，导致我们主要观察的部分都是中间调，所以进光量大就是猛，vivo 就是强，没啥说的。而高光和暗部所代表的部分，自然就是动态范围。理论上来说，底越大，动态范围越好，但这件事不绝对，因为目前以 DCG 为主的传感器技术可以大幅度的提高动态范围，而这些技术到了各家厂商手里，他们的调教又是天差地别的。有的厂商会为了降低功耗，选择直接在拍照中关掉 DCG， 导致经典的拍照动态不如视频。而有的厂商则会在特殊的模式中开启它，比如小米的徕卡1瞬，比如今天 OPPO 的大师模式。所以这在大师模式的巨大进步就在于动态范围。我们看回主摄，这里的高光对比上代提升非常明显，当然这也得益于 Find X9 Ultra 的曝光更低，不过更低的曝光也会让暗部受到影响，导致 X9 Ultra 对比上代会稍弱一点，好在差距不算大。综合高光和暗部来看呢，Find X9 Ultra 主摄的动态明显强于上代，与小米的徕卡1瞬接近。至于中间调，可能是大家最担心的，因为它与底的大小息息相关。但是别忘了，Find X9 Ultra 这次主摄的光圈是 f1.5， 算下来的进光量是要比 X8 Ultra 更大的，所以它中间调的画质也能略强于上代，但略弱于小米，刚好和进光量的排名是一样的。不过底变小了，有一个短板是很难弥补的，就是裁切。裁切越多，底大小的差距就越会被放大。35对比上代依然曝光更暗、更好看，且有动态范围的优势。可如果看画质，Find X9 Ultra 就已经没什么优势了，也就是55开。对比竞品也开始有些力不从心。这组也能暴露出大师模式一直以来的缺点，就是降噪过于强行，画面上一点噪点都不想留，导致涂抹严重。到了2倍，底角的弊端进一步被放大。前面一直引以为傲的动态范围不再有优势，画质也开始弱于上代，可以说全面不如上代了。对比竞品的差距就更大了，尤其是这种远处的细节，进光量不够，加上前面说的降噪问题，画面完全糊掉了。这也是 OPPO 大师模式在夜景的一大缺点，不只是2倍啊，其他焦段也是一样。只要是拍高频的远景，强硬的降噪算法就会把噪点和细节涂在一起，变得又脏又糊。聊完主摄，我们来看看2颗长焦。这次的3倍本身底就更大，再加上大师模式的进步，动态范围的提升就非常明显了，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这一焦段它们的差距已经大到我想比画质都没法比，只能通过点击右侧来统一曝光。这时 Find X8 Ultra 的分辨率就掉回了1250万，颜色开始泛白，细节上涂抹也非常严重。而 X9 Ultra 在这一场景就显得非常从容，完爆无需多言。对比竞品也是一骑绝尘，尽管顶着最广的焦段放大到同样位置，依然表现最好，大底大光圈就是屌，而且它的动态范围是真好啊，这组就非常直观，高光下得去，暗部有细节，简直无敌。至于6倍就比较有悬念了，因为它在白天就没打过Find X8 Ultra， 那么晚上能不能学屎呢？很可惜，并不能，而且差距更大了，都不需要像白天一样数毛就能看出X9 Ultra 的巨实感。看来2亿裁切想完全干过光学镜头，还是任重而道远啊。最后就是10倍了，说实话，这个焦段在夜景的可用性没那么高，尤其是面对这种偏暗的场景，能明显感觉它的曝光已经抬不起来了。当然，也可以说它更有氛围感。至于画质嘛，它太暗了，我只能把它提亮去比，结果发现也完全没有优势了。那为什么3张中 vivo 的表现最好呢？还是因为防抖，因为夜景需要更长的曝光时间嘛，所以10倍的夜景，尤其是比解析力的话，反而 OPPO 大多数情况下还不如 vivo， 是不是很反直觉？ OK， 到这里该总结一下Find X9 Ultra 的拍照了。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它的自动模式不好用，我更建议你用 OPPO 就绑死在大师模式。其次呢，它这台手机最大的问题就是色散，很多焦段它应该有很大优势，结果受限于光学发挥不出来，甚至变成了弱势，导致最终它的画质表现没比别人强多少。这对于它这套硬件来说，我觉得是不太能接受的。但是尽管如此，就拍照而言，我依然认为它是今年最好用的旗舰。为什么？前面说了那么多理性的强弱，我们来聊一点相对感性的东西。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用手机拍照需要的是什么？很简单，拍人拍景都好看，夜景也不错，操作再简单直观一点就够了。而这台Find X9 Ultra 就能全部满足。可这么简单的需求，其他手机难道做不好吗？小米的徕卡1瞬，我之前一直夸拍景非常带劲，但拍人大家懂的都懂。
vivo刚刚大改色彩风格，现在反而有些偏寡淡，而且操作太复杂了。只有 OPPO 切到大师模式拍就完了，喜欢哪个滤镜切过去不用调也足够好看。或者我换句话说，审美就是 OPPO 的一大优势，这点大家认不认可？所以这里我也想好好聊聊，如今 OPPO 的色彩风格又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先来简单带一下自动模式啊，其实它的色彩是要比上代克制不少的，尤其是在晴天拍建筑的时候，它不会那么偏蓝了，也保留了讨喜这一特征。所以如果你不在意锐化和 AI 的话，那自动模式的直出观感也是有进步的。接下来我们来说重点的大师模式，常见的白天场景中，Find X9 Ultra 的对比度会更重一些，观感更加抓眼。不过这一点属于风格问题，完全见仁见智，我不评价好坏。但它有2点变化，绝对是实实在在的进步。首先是色温，上代 Find X8 Ultra 的色温非常喜欢往蓝绿的方向去偏，这种倾向就会让很多场景失去氛围感。比如这组书店的暖光场景 ，Find X9 Ultra 的氛围感是正确的，动态范围也更好。同一书店内的熊猫 X8 Ultra 也还原不出暖光照在白色上的感觉。夜晚偏冷也会少了那种夜的氛围，显得有些阴森。基本上在稍微弱光的场景中拍摄，X8 Ultra 不是偏蓝就是偏绿，而 X9 Ultra 就已经完全改正了这一问题。其次呢，就是曝光，主要场景依然是室内和夜晚。这几张是在明亮的商场中拍的，Find X9 Ultra 的曝光是准确的，而 X8 Ultra 则明显偏暗，显然有些阴间了。在夜晚中，这一问题会更加明显。X8 Ultra 非常喜欢用高光灯箱来测光，结果拍出来的特别暗，也就只剩下灯箱了。X9 Ultra 则大幅度调整了策略，选择全局测光。虽然高光会有过曝，但从可用性来说，还是要强得多。更关键的是什么呢？X8 Ultra 也不是一味的偏暗，它有的时候又会偏亮。准确来说是曝光度稳定，所以也不能想着把1v5无脑拉高就能解决。从这组呢，就能很明显的反映出 Find X9 Ultra 在色温和曝光上的提升。简而言之，如今的大师模式通过动态范围、色温、曝光的全面提升，对比之前拍室内更稳定、更好看，拍夜景更可用、更可控，基本补齐了之前的全部短板，让它拍景成为名副其实的佼佼者。那拍人呢？其实拍人是我觉得它好用的决定性因素。可能大家听到大师模式加拍人会觉得有点奇怪，但我真的推荐你去试一试。它拍出的这种光影感、层次感，包括皮肤的质感，与大家印象中手机拍出的糖水片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我发朋友圈是真的有不少人问我是不是相机拍的。当然，光影和层次其他手机也能拍，但 OPPO 的优势还是我前面说的审美。尤其是拍人啊，像这种面部的对比度真的是多一分死亡，少一分寡淡。还有就是肤色很容易发黄、发绿等等。而 Find X9 Ultra 新加入的几个风格，在绝大多数光线下，不管是顺光还是逆光，都能把肤色和对比度调得恰到好处。可以说，拍人就是拉开各个厂商审美和调色的一大挑战。除了审美 ，JPEG Max 的处理风格对于拍人也有很大的优势。有一点细节前面没提到，就是它的锐化默认都是最低的，所以就不需要每个风格都专门点进去调锐化，这也奠定了它好上手，切换风格直接拍的基础。说回画质，它默认的低锐化足够柔和，就非常适合拍人，高像素又能保留丰富且真实的皮肤细节，后期裁切或者修图也更有优势。这些都是其他手机做不到，或者说做的没它好的。我甚至敢说，这台手机拍人除了虚化不够，它就是相机质感。所以对于 Find X9 Ultra， 我的态度是互相矛盾的。作为一个评测自媒体，我必须要指出它的色散问题，也很可惜色散毁了这一锅好汤。我也需要替大家监督 OPPO 下代改进。但作为一个消费者，它真的很好用，也真的是我今年到目前为止拍的最爽的一台手机。Find X9 Ultra 的录像就不像拍照那么权威了，它看起来也有大师模式相同的滤镜，可这些滤镜只要一切过去，视频就会掉到 1080p 30帧，说实话有点不太可用，也远远不如 vivo 全新的色彩风格。那么 OPPO 的画面表现怎么样呢？我们选择 iPhone 17 Pro 作为对比，首先看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OPPO 的画幅被裁得太多了，23毫米裁完比苹果24毫米还小一大圈。不过色彩表现是真的挺不错的，高光亮而不爆，对比更重更抓眼，偏暖的色温也让它的画面更讨喜。
面对鲜艳的红色，它还原的也很准确。就这两组的表现，它绝对是优于苹果的。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接下来天气变阴时，二者的色温和影调的变化。可以看到，苹果的变化幅度明显更大，更能还原阴天，而 OPPO 则依然会保留一些类似晴天的色温和影调，用于讨喜。另外 ，OPPO 的镜主似乎还会受到一点点眩光的影响。大家仔细看，这里就有一条弧形的眩光，导致画面的右上部分明显出现了一些泛蓝和发灰。整体来看 ，OPPO 的色彩表现会更注重讨喜，存在一些问题，但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苹果更好看的。再来看解析力，二者的表现很接近。苹果的问题在于过度锐化 ，OPPO 则是降噪给太多了，导致清晰度偏低，画面偏糊。来到夜景，这上来就有点难崩。这组 OPPO 绝对完爆苹果，它没有苹果的鬼影，动态范围也好得多。不过这组也是因为苹果没有触发长短帧，我们自适应一下，听取苹果的建议，主动换一个角度来避开鬼影。这下苹果确实正常了，但 OPPO 的夜景依然更纯净、更好看。高光的表现也依然比苹果好，不过 OPPO 也有几个小问题。首先就是白色灯箱偏蓝，这属于安卓的老毛病了。其次则在于细节上 ，OPPO 就还是那个问题，过度降噪。在白天它只是糊，可在晚上它就是涂抹严重，画面偏脏，观感还不如苹果自然。OK， 说完了主摄的固定场景，我们再来看看更复杂的多镜头移动场景。主摄的防抖乍一看还可以，但画面边缘会有一些微小的震颤。这对于这个裁切比例来说，就显得没那么让人满意了。切到超广角呢，它超广角的这个位置，就让我单手横持手机时非常容易拍到手指，这点差评。不过 OPPO 的变焦做的还不错，是有采用非线性动画的，整体还算丝滑。虽然还是不如苹果，但在安卓中已经是佼佼者了。最后呢，就是长焦的 SA。先来看第一颗70毫米长焦，用6倍对比 5.9 倍，能看到6倍有非常明显的解析力提升，说明这颗长焦是有 SA 的，做得不错。再来看230长焦呢，用20倍对比 19.9 倍，发现二者的画质基本没区别，说明第二颗长焦是没有 SA 的，应该是底太小了，希望下代底变大后能补上这个 SA 吧。小结一下 Find X9 Ultra 的拍景表现，它有不少问题，包括画幅、眩光、降噪过度等等，但这些问题的程度没那么严重。比如眩光就没有前2年那台手机那么明显、那么重，所以它的这些问题都还算在可接受的范畴内。整体我愿意给它一个不错的评价，因为它做对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拍得好看。单论拍景的话，它绝对能排在前列。但拍人就不是一回事儿了。这一环节呢，我们也带上 X300 Ultra， 它的原色是我认为目前拍人最好看的。拍摄时采用3:5后退，尽量保持人物大小相同。第一组是没什么光比的阴凉处，算是平光场景。vivo 拍的和肉眼看到的是最接近的，尤其是我这件黑衣服 ，OPPO 和苹果都要把它变成浅色了。从面部细节来看呢 ，OPPO 的风格和苹果是同一挂的，都是通过提亮暗部、增加锐化来凸显自己的细节更多，结果反而适得其反，让脸看起来偏脏。数码味儿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这组还只是3台手机差距最小的一个场景。我们来到第二组，硬光直接打在脸上。显然 ，OPPO 和苹果的动态范围要好得多，但它们也丢失了 vivo 的层次感和氛围感。面部细节的处理也依然是追求把高光和暗部都拉回来，导致我脸上反而出现一种油画感，苹果最严重。下一组小逆光更深，从 vivo 是能看出来我脸的左边有光，右边没光这样一个层次的，但这种层次在 OPPO 和苹果身上都消失了，尤其是 OPPO 把我拍得非常沧桑。肤色又灰又红，黑眼圈、法令纹也特别明显。看了这几组，大家应该也能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夸 vivo 原色这种风格了。它也不一定每个场景都好看，像这组死亡光线，它看起来就不如 OPPO 和苹果。但是它好就好在它能更真实、准确地还原出当时的光影。那么在有一定打光的情况下，它也就更可控。比如接下来这组夜景人像，我用我身后的这种灯柱来给我的脸打光。这时的 vivo 简直就跟开了美颜一样，这就是我说的可控。合理的打光就该有一定的美颜效果。其实这组放大看细节 ，vivo 的画质是最差的，但拍人最重要的就不是画质，而是把人拍好看。3段中 ，OPPO 是画质最好，但也给我拍得最老，依然是疯狂想要凸显脸上的细节，显得自己夜景好。3台手机给我拍出了3个年龄段，那有打光都处理成这样，逆光不就更差了？这组 OPPO 的动态范围明显最好，但有什么用呢？
拍人把人脸拍得又脏又难看，反而把背景高光压下去了，不是舍本逐末吗？这就是 OPPO 默认录像拍人的问题，它把拍人当成拍景来处理，太想要细节了，结果最重要的主体人拍得不好看，这种就是典型的数码味儿。还好 Find X9 Ultra 有专业视频可以救场。这次的专业视频不只适合专业用户，因为它加入了这个录制效果直出，也就是把 LUT 烧录在你拍的灰片上，你完全可以不考虑调色，把它当成一个直出模式来用。我们回到前面的夜晚打光场景，可以看到专业视频拍出来的明显比默认录像清淡得多，数码味直接消失了，人也变好看了。白天也是一样啊，画面明显更柔和更自然，就是 vivo 原色的那个味道。不过它还是有一些小问题，就是整体画面有一些偏暗，肤色也有一些偏绿，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讲拍景的时候没有提它。Find X9 Ultra 自带5个 LUT， 其中最常用的肯定是709和 HLG。可我们拍景时会发现，默认录像才是最好看的，右边2个都很平，709还过曝了，而且这还是简单场景，到了更大光比的场景，709的过曝只会更严重。所以这台手机的录像最简单的选择就是拍景用默认录像，拍人切到专业视频。但是视频都看到这儿了，咱肯定不是做简单选择的人，我选择自己做 LUT 来修正一些问题。首先是709啊，我尽量调整了它的高光，让它没那么容易过曝。不过还是更推荐你使用 HLG。调整后的 HLG 适当增加了对比，也微调了原先偏绿的肤色。现在拍人更加白里透红，拍景更加立体鲜明，全场景都有提升。同时呢，我也制作了 OPPO 自带的剩下3个 LUT 的 HDR 版本，还做了2个经典的电影风格 LUT。有了这些，应该能让你的专业视频变成常驻模式。而且专业视频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电子防抖可以关闭，只保留光学防抖。那么前面说的画幅裁切过多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至于怎么领取这些 LUT 呢？很简单，关注我，并且私信 Find X9 Ultra 就可以领取全部 LUT。先别急，兄弟们，我大意了。我惯性思维认为它这次都自带了一个 HDR LUT， 那应该也能用我调的 HDR LUT。结果我调完后放到手机里，发现怎么也导不进去。再一看，它最高只支持709且33节的 LUT， 那在这个大家视频都默认杜比世界的时代，就显得有些不够看了。不过我调都调了，大家该领还是领。我也针对它可以用于直出的规格，又多调了几个不容易过曝的、拍人好看的、风格化的 LUT， 也欢迎大家去领取。还是不着急走啊，给我再留点完播率。到结尾我会提醒大家，也希望大家给我走个面，3连支持一下。那么接下来就该正式进入它的灰片环节了。先来说最重要的动态范围，这次的 4K 60帧和30帧看起来是一致的，但其实细看暗部还是会有一点差距。60帧的噪点更多，画质也更差，还是没能统一动态，有点遗憾。但好在 Find X9 Ultra 不至于像上代一样切到60帧高光直接全爆了，起码现在的 4K 60是可用的。那至于原生 ISO 呢 ？OLOG 2的最低 ISO 是400，对比高一档的800，二者的高光完全相同，800的噪点还更多了。显然400就是它的原生 ISO。同时，这次备受瞩目的肯定还有 8K 30帧的 log， 而且 Find X9 Ultra 做的也真不错。首先 4K 60、8K 30、4K 120的曝光是高度一致的，8K 30的动态范围也与 4K 60非常接近，高光稍差，暗部稍强。4K 120则是暗部比60帧再差一点，高光与 8K 30一致，整体动态最弱，但差距依然不算大。这样的好处就是，大多数场景你从 4K 60切到 8K 30或者 4K 120，基本不需要重新曝光。那么这个 OLOG 2的动态范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这一点就比较一般了。在与 iPhone 17 Pro 尽量对齐暗部的情况下，它们高光的差距是这样的。另外 Find X9 Ultra 的曝光也是偏低的，大概要比苹果低2档以上。那在夜晚就更打不过了，暗部的毛病也和拍照一样，降噪给的太多，涂抹过于严重，导致画面糊糊的。极限暗光更是被苹果单方面暴打。Find X9 Ultra 的高感很差，ISO 3200基本就是我能接受的极限了。再加上它曝光偏低的特征，这手机的 log 夜景真的很一般。3倍也很难幸免于难，与 X300 Ultra 尽量对齐暗部。不是，vivo 这是什么雷霆色温？不过就说动态范围的话 ，Find X9 Ultra 的高光对比 vivo 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而且它的3倍 ISO 最高就只能拉到3200，而3200的表现就已经很灾难了。我们这组先来看灰片，同样的 ISO 3200，它是比 vivo 更亮的，但这里的蓝色灯带明显出现了异常。
调好色后对比细节呢，这蓝色是彻底没救了，画质也依然是涂抹严重，明显不如 vivo， 这还是顶着曝光更高的优势啊。所以这个3倍，我认为最高可用的 ISO 只有1600。至于10倍也是可以拍 log 的，这种压缩感在手机里也真的是很少见，非常带劲。但画质就不要有什么期待了，一点都经不起细看。而且注意啊，对焦距离近的时候，它还会悄悄切镜头，别的镜头都不会切，只有10倍会切。再有呢，就是我认为这次 OLOG 2最大最明显的问题，还记得前面那个异常的蓝色吗？Find X9 Ultra 的这几颗镜头在拍 log 面对蓝色时，色彩统一性做的真的是五花八门。我们直接来看最离谱的一组，这就是前面的蓝色灯带，主摄拍的是没问题的。而当我切到3倍呢，我都怀疑这灯带是自己变颜色了。再切到10倍，它又变回了蓝色。显然，这颗3倍对于蓝色的处理有非常大的问题。其实 OPPO 在专业视频的变焦水平也有很高的水准，但这个颜色问题真的就让它没那么好用。4颗镜头几乎要搞出了4种颜色。最后总结一下这次的 OLOG 2吧，我觉得如果像我前面说的，把专业视频当成一个基础的常驻模式用来直出，那它是一个很不错的模式。但如果你想用它进行专业创作，能用但不好用。色彩统一性是最大的问题，动态范围、高感都很一般，操控也跟专业性不沾边。比如它没有曝光反馈，这就让我们在手动曝光时很难向右曝光，一不小心就过曝了。这些原因加起来，就让它的专业性完全没法和苹果、vivo 比。视频的最后，我想聊聊手机之外的东西。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年的 Find X9 Ultra 和去年的 X8 Ultra 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我说的这种不同，并不是指具体的配置，而是说今年的产品多出了一份朝气。注意啊，是单说产品，不包括营销。诚然 ，Find X9 Ultra 是近几年 OPPO 问题最多的一代，因为它步子迈得太大了。但我个人认为，如果因为害怕出问题就不敢探索、不敢改变，只选择最简单的路继续往下沉去走，那这老人味是不是有点太重了？所以我欣赏今年 OPPO 的这份朝气，欣赏他敢于去拼、敢于去做最强的这种勇气，我也愿意包容他的一些问题，只要他愿意改。再次强调，只针对产品，不包括营销。在用这手机拍了2个月之后呢，我真的很坚定的相信，今年 OPPO 的探索、OPPO 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也由衷的希望 OPPO 能把这条困难的路给坚持下去。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看到现在。视频拖得有点久啊，因为我真的是有在反复打磨这篇稿子，希望大家看得满意。最后呢，别忘了关注我，并且私信Find X9 Ultra 领取辣的套装，也别忘了走个面给我个3连。我是阿竹，我们下期再见。